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频道。这节课我为大家带来的是第4节中国文明的基本性格。上一节我们提到，诞生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在青铜小麦和马牛羊传入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个性，与其他几大古文明有明显的不同。那么，什么是中华文明的基本个性呢？主要体现在血缘家族和祖先崇拜这两方面。西安市有一处文化遗址叫姜寨遗址，是新石器时期的，距今约7000年。这一个小村子呢，里面有100多座房子，这些房子的布局很有特点，它们分成了5个组，都围绕着村子中间一个很大的广场，房门都是开向广场的。这说明什么？这个村子是由5个大家庭组成的，中间的广场呢，就是家族集会和祭祀先祖的地方。这种布局说明了原始社会的一种集体主义精神，特别能说明这个原始村庄集体大于个人价值的取向的一个事实是，在他们的公共墓地里，每个人呢都是单独的按照辈分的高低和血缘关系的远近以及死亡的先后顺序埋在墓地里的，所以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基因，比如家长制、血缘纽带和祖先崇拜。在这个村子里，一切由辈分最高的男性家长说了算。在村子中间的广场上，每年都要举行祭祀先祖的盛大仪式。中国上古人们到底信奉哪种宗教呢？有人说是太阳神崇拜，有人说是生殖崇拜，其实呢，这些都是生硬了套用西方的概念而已。事实上，中国古代的信仰，除了新石器时代世界各民族普遍都有的萨满教崇拜之外，更为突出的特点就是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特点之一，甚至到今天依然如此。中国人最信什么？最信的当然是祖先崇拜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认为人死后会上天堂或下地狱，佛教认为人死后会进入6道轮回，但是中国古人认为人死后会去阴间，并且永远生活在那里。每年节日，中国人都要去上坟，给祖先寄去纸钱。如果梦到死者，他们多会认为这是祖先因为缺钱或者在阴间过得不太好，托梦，所以呢，立刻又去坟上烧纸钱，或者找算卦的、看相的、跳神的。祖先崇拜是由鬼魂信仰发展而来的。那么鬼魂信仰的内容是什么？主要有3个。第一个，相信人死了以后灵魂不灭；第二，认为灵魂有超人的能力；第三，也有一个类似人间社会的鬼魂世界，比如说阴间了。对中国人来说，子孙后代最重要的事就是祭祀祖先，甚至一个部落、一个国家最重要的2个事儿，一个是祭祀，一个是打仗。这个观念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至少从新石器时期后期就已经开始了。而我们的考古遗迹中发现，越接近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文化中心祭祀先祖的建筑就会越来越大。这种原始国家的血缘结构后来直接演变成了夏商周的政治结构。那我们来看，夏商周3代的城市遗址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宗庙都位于国都的绝对中心，而兴建都城时，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宗庙，或者说换句话来说吧，建都首先就是为了祭祀祖先。从考古发现看，夏商周时期宗庙确实都是城中最中心、规模最大、建筑等级最高的建筑，建筑质量在王宫之上，国王呢住在宗庙的旁边，他主要的职责呢也是祭祀，祭祀非常的隆重，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夏商周时期还没有出现后来的官僚系统，国王怎么治理国家呢？同样还是主要依靠的血缘关系，也就是依靠自己的亲人。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爵位有公、侯、伯、子、男，这些其实都是起源于家族内部的称呼。公指的是长辈，地位呢自然最高；
伯是兄长，次之；子、男这两个都是晚辈，属于低级的爵位。那我们都知道，中国上古时期的玉文化非常的发达，古墓中出现了大量的玉宗、玉璧、玉圭、玉皇，都非常精美。制作这些玉器显然花了无数的心血。那么这些玉器是干什么用的呢？基本上都是用来祭祀的。当然，这些祭祀中既有用于祭祀祖先的，也有祭祀天地，即用于萨满仪式的。我们上一章说过，西方的物种和技术介入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但是这种介入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这典型的出现在青铜文化中国化的过程中。青铜器虽然是从中亚传过来的，但是中国很快就后来居上，在制作水平上遥遥领先。然而，中国的青铜器用途和其他地方不同，在世界其他地方，青铜器主要是用来制造兵器和农具的，也就是说非常的实用。但是在中国商周时代，人们费心费力地制造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却主要是用来祭祀先祖的。那些巨大的青铜鼎用来盛放献给祖先的牛和羊，老百姓平时用的工具却还是简陋的石刀石斧。所以青铜文化的中国化最典型的说明了外来技术的传入不但没有削弱中国文化特色，反而增强了这种特色，也就是祖先崇拜。因此祖先崇拜是早期中国文化的核心特点。当然，祖先崇拜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人类早期社会共有的特征。直到今天，世界上一些原始部族社会，比如南部非洲或者大洋洲的一些部落，还保持着祖先崇拜的传统。现存于非洲的祖先崇拜，其理论依据和现实表现与中国古代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性。直到今天呢，中国大部分的农民对祖先灵魂的看法和非洲人仍然毫无二致。那么，既然是人类社会早期的共同崇拜，我们为什么说祖先崇拜是中国的独特个性呢？这是因为其他发达文明在氏族制度解体时，通常打破了祖先崇拜观念，转求与人类建立了契约的上帝或者其他宗教。中国虽然属于拥有发达文明的国家，但却没有突破血缘社会的瓶颈，而是停留在祖先崇拜的阶段。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们又可以追溯到地理环境。地理环境的封闭导致了外面的文化进不来，所以说更加强化了中国原有的祖先崇拜观念。这一点大家是否能够理解呢？以上就是本节的所有内容。那通过上面的讲解，大家是否了解了中国文明的基本性格呢？这里我们再做一下总结。祖先崇拜是早期中华文明的核心特点。再次谢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到此为止。下面做一下下期预告。为什么希腊人弑父，而中国人杀子？还没有订阅我的小伙伴，请点击一下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这样以后我发布新的内容，大家就不会错过了。好，谢谢大家。